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一梦，还是为了钱？或者说，因为我？我只是不想让常静因为这件事情而坐牢。我更不希望他因为易清东变成他的替死鬼。谢谢。我把这里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易佩，只有他可以帮助你，你去找他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，所以请你原谅我。于总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打巴掌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却反而感到一种解脱。给你看啊，所有的数据都正常，没有问题，啊，你看。妈，我们再去查一次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你希望我能查出病啊？你就没有感觉到身上哪里有一丝丝不舒服的吗？哎，现在电视里头啊，经常在说，有人患什么强迫症啊、神经病啊。哎，我觉得你的脑子应该好好去检查检查。明天啊，带你去医院看一看。好啊，那我明天就去挂神经科，你再去重新查一次。我不查，没病也查出病来了。哎，难道这样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你都不相信？要是这都有错，那这个医院关门好了。妈，其实我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噩梦。梦见我生病了？嗯，我梦见你因为生病而离开了我，就只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而我没有办法在痛苦里继续活下去。后来我就一直坠落，一直坠落，好像一直到达了地狱。可是因为妈妈你很善良，所以你就去到了天堂，这就注定我永远都无法再见到你。后来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到我从梦里醒过来。现在妈妈检查都正常了，你还担心害怕吗？我还是很害怕，我没有办法安心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行，那妈妈为了你再去做一次检查，好吗？嗯。哎呀，我说了，也许是你要毕业考试了，还是怎么的，压力太大了。不过梦啊都是反的，没事。不过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的女儿原来这么需要妈妈。当然了，一直都很需要。你都21岁了，就算是81岁也一样。我要妈妈活到100岁。行啊，妈妈借你的吉言，那你就去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吧。啊，对了，妈妈，你还记得我上次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你未来女婿叫什么？李嘉诚？不是，姓叶，叶嘉诚。找到了？找到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是女孩子，要矜持一点哦。秦东，怎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得到消息，今天一大早坐飞机回来，第一时间
我就去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工人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问题的原因我已经派人展开调查了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电视新闻报道点名我们易茂的名字，这件事情对公司的影响非常恶劣。现在主管部门已经对高兰城下令停工整顿，如果处理不好，整个易茂集团都要受到影响啊！不仅仅是地产，还有制衣这一块也要受到牵连。如果易茂信誉受到影响的话，我想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。到底是建筑材料出了问题，还是施工团队的问题？怎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恶性事故？秦东，你身为易茂地产的负责人，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。爸，这件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叫什么话？你是老总，你不知道，那谁知道？外公，当务之急是要给业主一个合理的交代，然后再去追究是什么原因，谁的责任，您说呢？你必须立刻的拿出解决方案。事情没有解决呢，你不要来见我。小裴啊，你帮忙一起处理。外公，这件事情的始末我并不是很了解，我怕我会越帮越乱，而且我相信舅舅会妥善的处理好，他也不愿意，不是他不需要我的帮助。我身为易茂地产的负责人，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给董事会一个交代。好，我给你3天，就3天。嘉诚，我今天想去看你。我今天想请你看电影。我永远忘不了嘉诚第一次约我看电影时那副紧张的样子。师姐。嗨。你好。下班啦？是啊。你在等人？等你啊。等我？啊，等你跟宋师姐。哦，小静她有事先走了，你有事吗？明天中国电影资料馆会放映《罗马假日》的胶片版，我想请你看。你是专程来给我和小静送电影票的？对。所以，宋师姐明天她有空吗？她明天应该要出差。我明天晚上应该要赶方案，估计也没有时间。你的电影票，好意心领了，谢谢。你真的不去看吗？第一次大荧幕胶片放映，机会很难得，非常非常难得。错过这一次，也许下次就没有机会了。说实话，这类的爱情电影我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。电影票留给你跟你朋友看吧，好意心领了，走了。你干嘛呢？穿成这样，这么妩媚，天哪！你要干嘛？见个朋友而已。我美吗？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呀？不用回答，一定是男的。女的话可没有这个待遇，1个礼拜不洗头你也照样出去。雄壮的松树。对呀，他今天来这出差，今天可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。你也太重视了吧？
这当然要重视了。你看行吗？特好看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呢，叫做网恋见光死？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诋毁我的恋爱对象了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我给他买的香蕉口味的蛋糕，他最喜欢的。我是排了1个下午的队呢，是不是有点小心机啊？买一个蛋糕就叫有一点点小心机。你是不是没有看过宫廷剧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俗话说得好呀，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。就这种 slogan 都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，你都相信？哼，还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先要抓住男人的蛋糕店。没错啊，我记得就是穿过十字路口，走3个街道，左边第3家牙科诊所对面，这家店就是巧克力店呢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这里的巧克力店去哪儿了？巧克力店？对，这里没有巧克力店啊。不会啊，这里不是巧克力店吗？嗨，这条街上的店面已经关门很久了，一直说要改建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改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我太傻了，压根儿就没想到，2006年这家巧克力店根本就不存在，甚至连对面的牙科诊所都还没开张呢。没想到，在电商还不发达的2006年，想买一份手工松露巧克力是那么困难。可我不想就这么放弃，毕竟这个味道是我和嘉诚共同的记忆。当初是嘉诚买给我吃，现在我想让他提前品尝到美味。你好，请问这个是黑松露巧克力吗？是，给我来一份。好，谢谢。嘉诚说，他从大学开始就维持每周打网球的习惯，围着他家和单位附近的网球场都被我找了一遍，果然被我发现。可惜当初嘉诚让我跟他学的时候，我3心2意就知道偷懒，要不现在还可以上场跟他过手。这个高燕飞还跟我吹嘘自己以前跟嘉诚水平不相上下呢，现在看来，明明10年前就是嘉诚的手下败将。师姐，你是来这打网球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在这儿等朋友。哦，他们？不是他。这小美女谁呀？给我介绍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介绍了，师姐，小静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小师妹。哦，我同班同学高燕飞。小师妹啊，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怎么之前不提时间小师妹啊？哎，幸会。我们也才认识不久。对了，你在这打球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？我刚学不久，就刚刚才来。哦，对了，打球一定很辛苦吧？我这里正好有松露巧克力。不好意思，我平时不太吃甜食。还有这个热量够。这个不甜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先去外面买瓶水。他终于来中国了，好喜欢波利尼啊！是啊。
哎，等一下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票已售空，各位请回吧。售空了，售空了。票要吗？啊，票要吗？哎，先生，票要吗？不要不要。票要吗？啊，你有票啊？哎，这边说，波利尼钢琴演奏会，360一张。这么贵？这票很紧俏的，没看到售票处的票都卖完了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来2张吧。好嘞。你说你这么大冷天的，在外面站了4个小时，你是不是傻？非要把自己冻感冒了才踏实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这个音乐会的票子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，比自己的小命还重要呀！你不知道这感冒也会出人命的，好吧？平时也没见你听什么音乐，又什么时候变成古典风来着？票价贵的吓死人，你脑子瓦特啦！我最亲爱的俏俏，多亏你在关键时刻把钱相助，要不然这个票肯定没戏。你可真舍得。师姐，你不要告诉我今天又是偶遇。不是偶遇，我等了你很久。找我有事吗？这个是波利尼钢琴演奏会。他是第一次来中国演出，这个票特别难买，我排了很久的队，花了2倍的钱才买到，想亲自送给你。你是希望我交给小晶吗？我知道你喜欢波利尼，所以是我想请你看这场演奏会。师姐，我们很熟吗？你这是小笼包。嗯。这条短信是你发的。嗯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是你未来。未来什么？未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。未来的事情，现在谁都不知道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因为我知道。波利尼演奏家你很喜欢，我以为你会感兴趣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波利尼是谁，我对演奏会也没有任何兴趣。如果再次相遇，我会用尽力气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离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，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我要时间。Surprise！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你应该告诉我，我去机场接你啊。我故意的呀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够提前回来查岗呢？谁知道你有没有背着我藏什么美女？我还能藏谁啊？我都已经进屋藏娇了。来，快坐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凯蕾很快就要结婚了。
今天她男朋友刚刚跟她求婚呢，我们都快替她兴奋死了。来，5克拉的大钻戒都快闪瞎我眼了。他们还说要去马尔代夫度蜜月，订的那个酒店特别的豪华，就好像整个岛都属于他们2个人一样。羡慕吗？羡慕的话，我们今年暑假一起去啊。切。哎，对了，你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不是给你发了一个我的设计案吗？改过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很多？方案，你就知道方案，只要完成就行了，管它好不好呢？怎么能只要求完成呢？设计跟设计之间区别大了。你这样只要求完成是出不了杰出作品的。我不需要杰出不杰出，我说那么多，你有没有听懂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听懂了，我也都听明白了，好吗？开律结婚，5克拉大钻戒，马代蜜月 ，3 I get it。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，帮你拿设计来看一下。这不是今天的演奏会吗？你怎么没去听啊？哎，不对，你什么时候喜欢听钢琴演奏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是高一斐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，昨天莫名其妙给了我一张演奏会的票。演奏会我不喜欢，就让他一个人去听好了。你不喜欢去听，我可以去听啊。你这不刚回来吗？要不我请你吃饭吧？算了，我就是特意过来看你一眼。我爸还在家等我吃饭呢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这么急啊？那这个设计稿麻烦你给宋老师，让他帮我看看。好啊，给我吧。走了。哎，看到我来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手机关机了，嘉诚又打不通，就让我来告诉你一声。你别等了，他不来了。我就是特地把手机关上的，我不想给他拒绝我的机会。哎，这要不我陪你进去？这开始了，票还挺贵的。不用了，和谁去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哟呵，看不出来还挺专情的。不过小师妹啊，我提醒你一下，这个嘉诚啊，和宋小晶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我劝你啊，你现在赶紧找一个合适的人得了。你看，你又不了解他，你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何必在他身上浪费青春呢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他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，我跟他不可能不合适。不是，我这话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好心提醒你一下。你不懂。我不懂。未来的嘉诚很喜欢布利尼，我们去看过他的演奏会。音乐会我不会去，不要等我。以后请不要再给我发短信，谢谢。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嘉诚吗？为什么现在的他感觉这么陌生？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但这不会是我的结局。我要努力改变现在的自己，找回我拥有过的幸福。你真的想好要去陈子松那个城市了吗？你可得想清楚啊！到了那边，你可是一个情人、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你不会觉得寂寞吗？我现在只想跟他在一起，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可是我也会想你呀。你想我就来看我呀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我们随时可以电话、短信、视频的。要不我们这样好不好？你跟他先相处一段时间试试看，我们先不这么早下决定。以前我也以为自己不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，为了这个人，我可以改变自己，
放弃一切。甚至我觉得，这辈子跟谁在一起过都差不多。可是现在我知道了，这个人不仅存在，而且还竟然被我遇到了，这真的很特别。师姐，我现在不想放手，也更不想放弃。你能理解我吗？就像你和叶嘉诚一样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谢谢你啊，赖俏，你一句话，竟然点醒了我。你明白了？你明白什么了？其实叶嘉诚他根本就没有骗我。罗马假日也好，松露巧克力也好，还是玻璃泥，这一切其实他真的都不喜欢。可是那些我都喜欢，所以他为了我，却让自己做出了改变。为了我，他强迫自己，竟然喜欢上了那些。来了，叶先生。是啊。每周5风雨无阻的，你可是我们店里最忠实的顾客了。太太喜欢，只要她开心，不管怎么样都好。哎，叶总，11姐的 MP3拉茶水间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再看看情况吧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啊，哎，谢谢，回来啦。给谁打电话呀？哎呀，医院来电，医院来电话，说是明天让我再去做个什么 B 超。哎呦，我觉得医院也真是的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X 光做完了，他要做 B 超，B 超做完了又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哎，真不知道啊，还要检查多少项目呢？我才不去。妈，医生都说让你去检查，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嘛。不去，有什么好检查的？其实做 B 超很快的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我陪你去。要是检查出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踏实了，就算是花钱买踏实嘛。不去，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啊！你把你的考研好好的复习好，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妈，要不然我出去找工作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你要考研的吗？将来有机会留在学校当老师。你看啊，留在学校当老师也未必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世界这么大，我要是出去闯一闯，没准就闯出一片新天地来了呢。而且我早一点出去工作，你也可以早一点享福嘛。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去环游世界。哎呀，我才不去呢！这看电视多好啊，电视里头的世界各地多好看呐！我才不用你的钱。你知道吗？你太单纯了，到外头闯世界那么容易啊？妈，哎，别跟我说了啊！哎，妈，那要不这样，你要是让我安心复习的话可以，那明天让我先陪你去做体检好不好？你看又威胁我了吧？但是我保证，如果明天检查出来没有任何问题，今年之内我一定不再拉着你去做体检。拉钩。哎呦，这女儿好怪，干什么呀？成天的。嘿嘿，行，又输给你了。行了啊，好好考研。好想时光停留在这一刻，好想一直看到妈妈露出这么温暖而快乐的笑容，失而复得，让我无比珍惜此刻。时间把我带了回来，而且是把一个31岁的我带了回来。虽然我无力改变世界，更无法阻止所有的不幸与悲剧的发生，但至少可以努力去改变妈妈的未来。哪怕只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可以了。医生，没什么问题吧？
医生有什么话就直说。我建议啊，马上做一个全面的病理检查。没事的，啊，妈不会有事的。我的直觉力很强，绝对不会有事的，我很自信。你别担心啊，别影响你的学业。妈，答应我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一起去面对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此刻妈妈没有担心自己，反而却还在担心我。她的手有些凉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她只是表面平静，她不想把内心的恐慌传递给我。什么事啊？这么多人！董事长，这些人好像是格兰城的业主，咱们是开走还是去地下车库？我在这边下车好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！你们冷静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请你们冷静一下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公司正在开会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最满意的答复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！你们逼我也没有用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。哎呀，你们这样闹是没有用的。多长时间了？董事长，还是董事长！董事长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了，干什么呀？都少说两句，别吵了。我是易茂集团董事长，我可以代表集团向各位保证，一定给各位一个好的交代。什么时候了？我说给你们保证了，别激动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别过来了！董事长，没事吧？血压一切正常，您稍微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爸，您没什么事吧？啊，我一听说您晕倒了，我第一时间就往医院赶啊。我这一路上提心吊胆，担惊受怕，我就怕您出什么状况。您放心，那帮保安，我回头就把他们给开了。护驾不力，一帮吃白饭的，留他们有什么用啊？太不像话了。格兰城的事情，你查清楚没有啊？清楚，全都查清楚了。项目经理常记利用职务之便，低价购进了一批完全不达标的钢材和一系列的建筑材料，而且从中谋取了大量的回扣，才会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。目前正在调查取证，我们准备呢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，给公众一个说法。你手下干的事情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爸。他这个字不是我签的，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不是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肯定是有责任，我用人不当，任人不清，管理中出现了问题，才会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。我会做深刻的反省和检讨。工地那边，工人的事情要尽快解决，资金有困难，到集团周转。小佩啊，你配合一下，事情要尽快解决，不要把坏的影响扩大。今天算易秦东他运气好，要是他真把老爷子气出什么问题来，那他麻烦就大了。老爷子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倒下的。
易总，你说这常进他也真的是，他真的愿意去傻到当一个替死鬼？利益面前，有几个人能看得清楚？跟你估计的一点都没错，易钦东这步棋，还是下到常进这儿来了。那就要看常进，他怎么想了。易总，上车，我跟你聊几句。易总，易总，那格兰城的事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您真的不要为难我了，我只是个办事的。我有说过什么吗？还是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放轻松，今天请你来，不聊格兰城的事儿，咱们就聊聊你的事儿。聊我？你知道有一个叫做陈建东的人吗？陈建东？不知道。他曾经是易钦东在易贸制衣最得力的助手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你想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吗？怎么了？10年有期徒刑，估摸着现在也坐了有5年的牢吧。易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陈建东在易贸集团的股票交易当中涉嫌内幕交易，由证监会移送到公安机关。由于涉嫌金额过大，最终被判为有期徒刑10年。我不知道易钦东到底承诺了他多少好处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他进去没有多久，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，带着孩子改嫁了。他父亲由于没人照顾，很快就病逝了。10年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讲，不算长。但也不算短吧，尤其是宝贵的黄金10年。也许出狱后还可以从头再来，但是失去的能用金钱来弥补吗？这件事儿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。说到底，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陈建东。你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。此刻妈妈没有担心自己，反而却还在担心我。她的手有些凉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她只是表面平静。她不想把内心的恐慌传递给我。我是易贸集团董事长，我可以代表集团向各位保证，一定给各位一个好的交代。小妹什么时候来？董事长，易总，你说这常进他也真的是，他真的愿意去傻到当一个替死鬼？利益面前，有几个人能看得清楚的？跟你估计的一点都没错，易钦东这步棋，还是下到常进这儿来了。那就要看常进，他怎么想了。易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陈建东在易贸集团的股票交易当中涉嫌内幕交易，由证监会移送到公安机关。由于涉嫌金额过大，最终被判为
有期徒刑10年。我不知道易钦东到底承诺了他多少好处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他进去没有多久，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，带着孩子改嫁了。他父亲由于没人照顾，很快就病逝了。10年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讲，不算长，但也不算短吧。尤其是宝贵的黄金10年。也许出狱后还可以从头再来，但是失去的能用金钱来弥补吗？这件事儿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。说到底，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陈建东。你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，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危险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现在不主动做点什么的话，那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陈建东。我们打个赌好不好？赌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建东？如果会，那对不起，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10年。如果不是，那恭喜你，至少在易茂集团，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。易总，我想知道，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因为你的女朋友，她来求我帮你。当然，我也不希望你自送前途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句话没错吧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谁允许你们动我东西了？这是公司人事部让我们来这里收拾东西、整理办公室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去问人事部好吧？把那个电脑先拿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别动！我告诉你，这电脑是我的，里面有很多我客户的资料，弄丢了，你能负责吗？这个电脑它是公司的财产，不是你个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把你那个工作证交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在这里所有的权限都被取消了。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做？易总同意了吗？他允许你这么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易总指示人事部让我们来做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找易总。易总，等等，易总，我问你啊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我的办公室和工牌都没有了呀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对你停职调查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哎，别，您别跟我开玩笑，我不会真的有事吧？你真不知道啊？啊，相关部门都已经介入调查了，检察机关说，在你的账户上发现有100万的不明收入，怀疑那是你收的回扣。不是，这个钱是您发给我的奖金啊！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易茂什么时候给你发这种奖金？哎，常姐，这个事儿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栽啊！不是易总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常姐，我把你提拔起来，让你负责整个格兰城的项目，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，啊？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易总，我看出来了，您这是在让我顶雷啊！您不能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啊！你负责的项目出了事，你不负责啊？你告诉我谁负责？可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呀，对不对？建筑材料公司是通过您的介绍才介绍进来的，我只是签个字而已，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？等会儿，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？是我签的，没错。对啊，你签的字啊，
不找签字的人负责，你说找谁负责啊？啊？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你说我不会有事的，你说即使我出了事，你也会帮我的。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呐！长进，你别激动啊。你当时收钱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个后果。不过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的，这个事情你得回去好好想清楚，你该承担的责任，你就得承担。我只是签个字而已，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？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？是我签的没错。对呀，你签的字，不找签字的人负责，你说找谁负责？啊？这个录音是常静给我的，这里还有一些跟格兰城相关的资料，有问题的地方我都已经标注出来了，您看一下。不像话，真不像话！听说舅舅最近总是往澳门跑，手气可能不太好，一时情急被居心不良的人钻了空子，也是在所难免的嘛。这个混账东西，老毛病又犯了。大公，您别动气，再伤了身体。当初我就不该把地产从你那儿交给他，现在他出了事，还需要你这边来收拾残局。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得被你舅舅给气死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属于早期。您确定是早期吗？这是不是说明我妈妈就有救了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按照我们目前对乳腺癌的分析，你母亲的这种情况属于早期的2期，肿瘤不大。按照国际上的标准，这种患者5年的存活率应该能达到75%左右。当然了，还要具体看病人的身体状况、病情的发展，很多东西不能100%保证。按照现在对乳腺癌治疗的经验呢，我们争取在5年之内不谈死亡。治疗的方式也有很多选择。我现在建议呢是立刻进行手术治疗，切除以后再看情况，选择综合的治疗方式。你呢，回去想一想怎么跟你母亲说这个情况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从死神手中抢回了黄金时间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当年妈妈查出晚期的时候，甚至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被动治疗，默默等待离去的那一刻。在知道自己是癌症晚期后，平日里爱笑、爱闹、爱打趣的妈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最开始阶段，甚至不接受任何治疗，一心想选择放弃。那时候的我还什么都不懂，甚至也选择了逃避来面对这件事。妈，你不要一个人。现在想起来，你出来好不好？我心里还是一阵阵的难受。虽然经历过这一切，可想到这些，我心里还是打鼓。到底要不要告诉妈妈真相？该怎么跟她说呢？喂，喂，嘉诚，晚上约了李叔叔吃饭，你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赶紧过来。带上你的图纸，还有2瓶茅台酒。这次的射击案不是已经通过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去接？
你怎么总盯着眼前那点事儿？李叔叔手里的项目很多的，他要是认可了你，你以后还愁没机会吗？赶紧过来啊！就这样。我在书店的咖啡厅等你。好想告诉你，你给我的记忆，像空气如影随形。当我闭上眼睛，你眺望远处的身影，是穿越悲喜勇气。时间都知道。他给的每一个问号，是我们太年少，总要和他赛跑。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次煎熬，是我以为你不会来了，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了，所以从小到大，是我和我妈妈2个人一起生活。我和妈妈之间，不管谁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是有商有量，商量着来的。现在妈妈出了问题，一时之间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找谁去商量这个事儿了。所以，你是想听我的意见吗？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想我应该会全盘如实托出。你是说实话实说？不好意思。其实无论最后阿姨怎么选择，你都要让她知道你是支持她的。当然，前提是让她知道所有治疗的可能性，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里面，尽量去帮她理性的做出选择和判断，还要配合好医生，不要留下任何遗憾。而且还要看阿姨是什么样的性格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她沟通。我妈一向都喜欢直截了当。我跟她之间没有什么事儿是藏着掖着的。
除非你可以瞒着阿姨，把这出戏演好了，不让她发现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我的预想。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也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经历，所以我不能完全从你的角度出发帮你考虑。不，你说的是对的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不应该去感性，而应该是理性的去面对思考。起码，我不能先倒下。你接吧。没关系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吗？不需要说什么话，就只是这么静静的坐着就好。以前不觉得，现在才知道可贵。你知道吗？也就在几年前，我外婆也被诊断出是癌症晚期。当时我们全家都试图去瞒着她，可没过多久就让她发现了。外公倒是很坦诚，直接告诉她事情的真相。两个70岁的老人很酷，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。最后外公带着她开始全世界的各地旅游。那会儿医生说，我外婆大概也就只有半年的时间了。可外婆却奇迹般的跟着外公，一起在外面玩了整整2年。之后很安详、很幸福的离开了。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，记得外婆脸上灿烂的笑容，那应该是她最开心、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吧。如果当初真的选择保守治疗，过程痛苦不说，治疗还未必有效果，所以这件事情改变了我很多，对很多事情固有的看法。也许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，都需要换个角度去思考。也许吧。小静。喂，叶嘉诚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李叔叔都已经到了，你还不接我电话？小静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点事耽搁了。等等，我马上就到，好吗？你有……喂？你快去吧，我没事了。行，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再给我打电话吧。相信我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小静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知不知道李叔叔早到了，一直在等你。你知道他有多难约，我怎么约到的？你怎么能迟到呢？不好意思，有事耽搁了。什么事比这事儿更重要啊？这关乎到你的未来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靠我爸爸，我们也得靠自己帮我们铺平道路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想着靠宋教授。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让你带的设计图纸，还有给李叔叔的礼物。你出来之前我特意叮嘱过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忘到之前那个地方了。叶嘉诚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约李叔叔就是为了看你的设计图稿，结果你没带。另外，人家愿意来是因为看我爸的面子，你让人家空手回去，你懂不懂事儿啊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出门的时候真的带了。要不，我现在进去跟李叔叔说一声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，把东西给我取回来。现在？没必要吧？我可以进去跟李叔叔叙述一下我的设计理念。谁有功夫听你说啊？
人家今天愿意来，无外乎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和人家建立一种联系。李叔叔真的是看中你的设计图稿吗？我告诉你，人家看中的是我爸的面子。搞关系我不擅长，如果不想聊设计的话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让我一个人进去啊？这个李叔叔本来就是你想见，不是我想见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是在帮你，不是在求你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不需要。哎，叶嘉诚！妈，回来了。累吧？还好。来吃苹果。妈，今天医生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没问题吧？妈，我们非常幸运，是早期，医生说是可以治疗的。你别骗我。我都已经咨询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没有问题，只要是早期都可以治疗，5年内都不会有问题，所以你要相信我，一定要有信心哦。如果是恶性的，我不治。就算是恶性的，也不代表就没有希望。现在乳腺癌都已经不是癌症了，你看，在国际上都已经提出了口号，要把乳腺癌变成慢性疾病，那就说明这个疾病已经在慢慢得到了人类的控制。医生也说了，乳腺癌可怕，但又不可怕，只要你愿意积极治疗，一切都是会有希望的。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，我知道这个病很花钱的，我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妈，这个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都已经问过了。除了手术费有点贵之外，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。我不会治疗的。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。妈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医疗技术都已经进步了，我一定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给你安排最好的治疗方案，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一个大学生，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何况你还有医保呢。妈，生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还没开始治，精神上就首先放弃了。答应我，接受治疗好不好？就算是为了我，妈，我也不想失去你，你也不想失去我，所以我们俩一定要在一起，好好的，好不好？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化验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您身后拐角右手第2间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放松啊。好久都没有跟你这么朝夕相处了。你去大学读书，妈妈也不能打扰你。现在倒好了，成天在家腻着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我对妈妈的关心太少了。没有啊，你的孝心妈妈感受到了。你看谁让我生了这么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儿啊？你说我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哎呀，妈在想，即便我
结局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哎，妈妈，犯规。所以你今天的巧克力限额取消了，说好不许被关的。我错了，我检讨。看到妈妈承认错误的态度，这样良好，我决定中午请你一顿哇超级大餐。大餐？你哪儿来的钱啊？妈妈，有一种东西叫做奖学金。哎，谁让你的女儿这么优秀？哎呦，我的宝贝。走。老是听我们家俏俏提起你，说你是她最好的闺蜜，对她特别好。我今儿一定得好好谢谢你，替我好好照顾我们家俏俏。我跟俏俏都已经认识4年了，要说感谢，也不该是你谢我呀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我不喝酒，不好意思。俏俏，感觉你闺蜜好像对我有点意见。哎，是不是你总背着我说我坏话来着？哪有？师姐特关心我们俩，特怕你欺负我。是吗？别说我的事儿了，谈谈你俩吧。你俩以后想怎么打算呀？一直这么远距离恋爱，应该很辛苦吧？辛苦当然是辛苦了点儿，可谁让我们俩两情相悦呢？不再朝朝暮暮。那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呀？总不能一直这么两地分居吧？我当然听我们家俏俏的了，全听她安排，我当然无条件同意了。俏俏，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，不管咱们俩在不在同一座城市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变化。子松，我先去苏州工作了。你现在在苏州很稳定，我大学刚毕业还是白纸一张，去哪发展都一样。这样就彻底结束咱们俩牛郎织女的遥遥相望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，你能愿意为我去苏州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之前一直有过这个想法，只不过我怕被你拒绝，而且我也不想让你放弃现在这么稳定的生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跟我去了苏州，就等于放弃了这里的一切。你想想，你的朋友圈、生活圈就都没有了，甚至还有你最好的闺蜜，在苏州你们俩也不能经常见面，到时候你心里肯定会失落。万一那会儿你工作再不顺心的话，我担心你心里的这种落差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，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现在的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我担心你跟我过去会吃苦，那样我会愧疚，会心疼的。别总替我着想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吃苦不怕。赖俏，你简直笨死了！你还听不出来他不想让你去苏州吗？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，女人恋爱起来呀，就是没头脑。俏俏，其实呢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已经劝过我们领导在这边开设分公司，到时候啊，我就申请来这边工作，不管职务是高是低，只要能来，我就无条件同意。还有啊，你别老想着为我改变什么，我是个大男人，要改变也是我为你改变。真的呀？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来这边工作生活啊？我当然愿意了。哎，那要是万一新公司没有开成呢？要是不开的话，我就立马辞职，绝不回头。你真好。哎，今天见完面，你对子松感觉如何啊？是不是放心了？网恋不全是见光死，不靠谱吧？你真的放心把他一个人留在苏州吗？虽然说是要开分公司，可是这公司现在还是没影子的事儿，谁知道他到底要在苏州留多久啊？师姐，亏你叫时间，一点耐心都没有。幸福会来的那么容易吗？等待也是种幸福，你懂吗？
不懂，你懂。哎呀，幸亏我昨天投了简历，过2天艺贸就应该安排我去面试了。你跟我一起去吧，反正简历都已经投了，万一都面上了，我俩在一起工作还互相有个照应，这不很好吗？我才不去艺贸呢，我对那儿不感兴趣。艺贸你都没兴趣啊？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啊？只要不是艺贸，其他都可以啊。当然了，必须得是薪水好的地方。虽然我妈的手术费呢，现在按照家里的存款来说是够用了，可是后面一系列的费用我还是需要准备起来的。所以幸亏那几家大的公司我都已经投了简历，薪水都不错，现在就等他们的消息了。姐，虽然我没有什么钱，但多少都可以凑点儿。你要是跟我见外，我对你不客气啊。好啊，先拿100过来。啊？嗯。你还在等什么？我都已经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还要让我怎么样？你要我干嘛？道歉啊！如果你现在跟我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如果我不道歉呢？不是，你不会认为是我错了吧？你知不知道那天我为了解释你没到，我脑袋都快转死机了。我光道歉就跟别人说了多少遍，腰都快弯折了。你要知道我在我们家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，什么时候看过别人的脸色啊？那天我的确不应该一走了之，我应该进去跟他们解释一下，不应该留你一个人去面对。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是一个朽木不可雕也的人。我想通了，我不喜欢你做事情的方法。更准确的说，我不适合，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给我规定好了的人生轨迹去进行。这不是我的性格，也不是我的生存之道。我希望别人关注我是因为我的设计，而不是因为我会去搞人际关系，也不是因为我和你的关系，更不是因为你父亲的地位。哎，嘉诚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说什么闲话了？没有。这是我个人想法。嘉诚，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，这也是我最为欣赏你的地方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真的想多了。你现在那么出色，是因为你真的很有才华。但就算再有才华，那也需要好的机会，需要好的伯乐去发现。好商家好的事情，别人求都求不来呢，你怎么还矫情起来了？我不是矫情，我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、去工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勉强你了，行吧？那天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，你别生气了。这事儿，不然就算我们一人一半错，好不好？嘉诚，别送了，嘉诚，
那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亲爱的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你落了东西在咖啡馆，我本来是想快递给你，但担心这是贵重物品，所以就想还是亲自送过来比较安全。不好意思，这些东西应该我自己去取的，麻烦你专门跑一趟。刚刚看到宋师姐上去找你，所以就没好意思去打扰你们。你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。其实，这些东西你完全就可以放到楼梯口的，不必。对了，你妈妈最近怎么样？已经住院了，她过几天就要进行手术了。那次跟你聊完之后，我就决定跟她坦白一切。所幸的是，她的反应并没有太激烈。那就好。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给我。其实最近我正在找工作，所以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上次我跟师哥遇到，他落下了东西，所以我给他送过来。你们俩怎么会遇到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上次的那个。易嘉诚，你上次迟到就是为了见他呀？